人生是多么的无语！生育津贴刚公布，孩子还没生呢，尿不湿、奶粉全涨价了。这个社保刚统一全都交哈，俺搭档他媳妇儿公司从3000块钱底薪直接降到2200。我这来售楼处拍条视频，钱还没挣着，先拿200块钱违停停车费。的这个社保新规定啊，让整个舞蹈行业都炸开了锅，甚至让不少这2年没赚到什么钱的校长账面上资金不足，发工资困难，交房租也费劲，本就打算关门停业的，这下更是雪上加霜，直接被压垮了。9月1号开始，给全部工人买社保，这个钱谁出？工厂老板出。如果你厂里有10个工人，一年就要多花10几万给工人买社保。今年的经济大环境，想必大家都知道，就永康，我知道的。今年就有7个压铸厂关门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老板可能这辈子都翻不了身了，意味着这7个厂的工人都要重新找工作。你有没有发现，今年不止暑假工的价格低，它就连社会工的价格都在一降再降的。为什么？其实还是那句话，你不愿意干的，他有的是人愿意干。咱们这一代人多的不就是人吗？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最近中国百姓的生活压力就像雪崩一样的快速堆积，社保新规落地，让工资、福利、职业考试和就业的机会都受到冲击。另外呢，经济下行让房价、物价高企，年轻人更是焦虑倍增。医疗、教育、餐饮服务等各行业工资缩水，可是工作量却不减。基层员工的每一分努力都被打折了，就连铁饭碗也开始发不出工资了。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前2天刚辞职，本来打算过几天再找一份工作的，这个社保新规一出，找啥呀？我想问一下，找啥呀？像我们这种小城镇，工资本来就不高，好多小的单位他就不给交社保工资3000、4000的还够花吧？掏个房租吃个饭什么的还够花。现在新规一出，单位没有不给承担这份社保，但是要交怎么办？扣我们的工资3000变2000变1500。我想问一下，这个世道1500、2000的能活得起吗？怎么供房子？怎么供车？怎么结婚生孩子？网友指出，这新规听起来是为了规范，但真正落到普通人的身上，尤其是那些小城镇的打工人和中年的群体，一下子压力就变成了沉重的负担。那些40、50岁的人怎么办呢？让他们现在开始交社保，可是交满20年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呀。年纪大了，干不了几年，企业嫌老嫌病不要人，被裁掉回家了，那么之前交的钱是不是就白交了呢？能全额退款吗？大概率是退不了的。那这不就是让一大批人当冤大头吗？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和最低工资形成倒挂现象，就是最低缴费基数比最低工资高得多。例如我所在的郑州，2025年最低工资标准是2100元，而社保最低缴费基数却为3756元。那么即使按照这个最低基数交，每个月也要交大约1621元。所以那些领最低工资标准2100元的人，交完这最低社保，每个月到手不到500块。试问现在500块钱怎么生活？这个我听说网上那个厂子里有让交社保的，其实这个东西羊毛出在羊身上，老板把工资给你压低了，可以交点社保。其实你实拿的工资还没有原来高，压力更大。比方说以前你能拿到5000的工资，现在最少得扣你1000多块钱，你也就能拿到4000。现在的那个80后，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社会形状这个样，咱还知不道能活到那个想要的生活的那个年龄吗？另一方面，很多人对未来都没有信心，加班透支身体，让人怀疑自己能不能熬到退休。加上政策年年变，退休年龄、领取标准都不确定，很多人都觉得交了也未必能够真正享受到。再加上钱一旦进了社保，流动性差，断缴风险高，还担心制度不透明，钱被乱用。综合下来，大家对社保的信任度自然也就不足了。有分析指出，眼下社保新规本质上还是因为社保池子缺钱了，需要开源。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份开源主要压在了企业和打工人身上，结果可能是让消费更加疲软，生产也是更加艰难。
我们总说啊，先富带动后富，但其实更多时候是后富带动先富。后富经过70多年的996单休低工资，保证了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养活了无数的企业，带动了无数的先富。然后等后富老了，再生出新的后富，继续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啊，这其中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后富如果一直富不起来，随着房价上涨、生活成本上涨，年龄大了还要被降薪，那后富就不生育了。后富不生育了，没有新的后富了，先富也就没法继续富下去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啊，劳动力少了，那劳动力的成本一定会提高。市场上100个工人，你挑10个，那你可以随便开价，能压多低就压多低。但市场上如果只有8个工人，你要招10个，那你就得跟其他企业一起竞争了。那时候就是工人开价你接受了，开不起你就只能跪地求人家入职了。博主指出，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商品价格必然会上涨。中国商品价格优势能否继续维持成疑？如果竞争力下降，先富群体也难再继续受益。而另外一方面，少子化使社保压力剧增。社保并非是个人储蓄，而是现收现支。今天年轻人养今天老年人。那问题在于，当60、70后一代大规模退休，而90、00后人数更少，收入又更低时，社保就出现了收不够花更多的窘境。危机呢已经显现了。为了填补缺口，当局出台9月新规，企业与个人不得私下约定不缴社保，但是执行呢也存在难度。以月薪1万为例，企业需要额外承担26%的社保，那么实际成本就是1.26万，而员工到手的仅有8900块钱。如果企业为减负，将工资基数下调到8000，员工到手也就只有7200块。结果就是部分打工人离开大城市，消费下滑，服务业萎缩，而另一部分骨干要求加薪，企业成本再升，甚至会倒闭关停，进而影响到房价与就业。扎心的是，中国养老金体系竟然暴露出严重漏洞。审计报告显示，4120名责任人被追责，400亿养老金在医疗养老领域消失了。南方某市社保中心工作人员王某，每天在系统里添加几十名不存在的参保人，3年卷走1.2亿元。某省会城市7家民营医院院长定期核对伪造的2.8万份住院记录，从医保基金套取巨额的资金。还有官员将养老专项资金私自炒期货，规划中的养老院荒地一片。部分医院和养老机构通过虚构病历、虚报床位和护理等级，骗取高额的补贴。监管部门从上至下沆瀣一气，甚至连医保审核系统被植入了木马系统。涉案人员通过海外资产转移、股权设计洗钱，甚至是提前移民，让罪赃陷入漫长的国际司法协作。那还有网友指出社保新规的变动不仅影响工资与就业，也直接波及到了职业考试。我又被社保的新规给坑了。我今天去提交那个营养师3级的考级申请，发现突然多了一项需要有10年的社保，以前是只需要有社保，还有就是10年的工作经验。我的社保只有8年，所以我又不能考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我考了1次，然后提交了那些资料。那是没有说要有10年的社保，只需要有10年的工作经验，那是申请过关了。网友表示，他的实操成绩是77分合格，理论是55分未过。按照原有的规定1年内可以单独补考理论即可。可就在他准备报名9月份补考时却突然间发现报名条件被修改了。更尴尬的是，如果等到2年后社保满10年，他此前的实操成绩已经过期作废，只能是重新参加理论和实操2门考试，相当于之前努力全部清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正在蔓延，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拖欠工资，报上个月只收到1半的薪水。公司解释到，资金周转困难。表姐所在私立学校已经连续3个月延迟发薪，就连邻居王阿姨在老厂子工作了20年了，也面临着工资迟发的困境。那面对拖欠工资的现实，焦虑是自然反应，房贷、学费、医疗费都不会因为工资延迟而消失。社交媒体上公司发不出工资怎么办的求助帖比比皆是，曾经稳定的铁饭碗单位，如今也变得摇摇欲坠。首先我们先看深圳，以前公务员、教师编那可是香饽饽
30、35W 起步，现在直接砍掉1/3，绩效补贴全部缩水，公积金下调，甚至连补税都来了。苏州更狠，事业编年终奖从7砍到3W， 新人的公积金直接腰斩。你以为的只是发达地区？不，像之前有个粉丝他是东北的，他说辛辛苦苦3个月拿到手的不是钱，是一堆在指定商场用的消费券。为啥会这样呢？3个字：财政紧，土地卖不动，税收增长慢，地方兜里没钱了。网友表示，像深圳、苏州这样的曾经靠高薪吸引人才的地方，现在补贴全砍。东北经济低迷，连基本工资都难发放，只能是灵活支付。那么还有网友表示呢，不是他们喜欢反复提医生降薪的问题，而是这些事实实在是让人揪心。25个人一个月分13000的绩效，平均呢每个人才520块，最多的那个拿了811元，最少的那个护士呢拿到289块钱，这点钱也就够交个水电费，给孩子再买2袋奶粉吧。你说这合理吗？不光是护士，医生也一样难。成都呢有个3甲医院，以前每个月的绩效稳稳是拿1万多，现在5月份也就发了840块钱，连6000多的房贷都快供不起了。而且呢，这个钱还是8月份才发出来的。江西一家骨科科室呢，人均绩效不到1000块，是过去的1/3。年轻医生拿到的钱连房租都不够。有数据显示呀，现在差不多是每2个医生护士里就1个在降薪，3甲医院降薪比例更是超过了1半，可工作量却一点都没少。急诊护士呢，一个人要盯7、8张床；外科医生一天连轴转要好几台手术；儿科医生常常忙到下班连一口水都喝不上，但工资却像漏气的气球一样一直往下掉。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方面呢，医保改革以后按病种打包收费，超支部分要医院自己扛。为了降成本，医院压耗材、缩检查，甚至有的病人都不敢收了，自然影响到了绩效。而另外一方面，全国有不少公立医院背负着巨额的债务，合计呢已经超过了2万亿元。那唯一能动刀的地方就是医生与护士的绩效，而行政与后勤人员的工资却几乎没有被触动。这种落差让人心凉。安徽一位副主任医师干了10几年，副高职称绩效从4500块砍到了1500块，收入甚至不如外卖小哥。更严重的是，医学院的临床专业逐渐变成冷门，许多学校要靠调剂才能够招满。要培养一个能够独立上岗的医生，需要5年本科、3年规培、2年专培，整整的10年的时间。可是如果10年苦读换来的是一份连生活都无法保障的工作，那谁还愿意去学医行医呢？夜班费腰斩，绩效大幅缩水，到手的工资骨折式下滑。南方医科大学近60%医务人员遭遇降薪，这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医疗圈炸开了锅。医生们并非不通情达理，大环境艰难都懂，但最扎心的是活一点没少。门诊查房手术连轴转，加班是常态，强度丝毫未减，高强度付出配着打折的收入，这落差呀，谁扛得住？如果降薪真成了新常态，医生们的路在何方？博主指出，有些人会考虑到跳槽到私立医院，但是机会实在是有限，竞争压力也是更大。也有人尝试转向医美、口腔等新兴的领域，可那就意味着从头开始学习，技术壁垒重重，处处都是坎儿。再者，兼职和副业似乎是出路，比如线上问诊、写科普文章，但现实就是连轴转的工作让人身心俱疲，又哪有余力去开启第二战场？学医之路本就漫长而艰辛，付出巨大成本才换来一份岗位，如今却陷入了越忙越穷的怪圈，怎么能不让人心寒呢？在宏观压力下，普通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也在承受着沉重的冲击。经济下行导致就业和收入下滑，房价与生活成本高企，让年轻人焦虑加剧。最近这10年经济下行的有多厉害？我觉得我老公非常有发言权。16年的时候，他从北京的本科毕业就去了广州工作，每个月的薪资在2万左右。18年回到了海南，就只能找到6、7千的工作了。然后他19年的时候想着读个研，再继续深造一下，可以往高校的方向走一走。结果22年、23年毕业的时候，
就变成了现在3000多的工资。今天是周6了，现在已经11点40多了，他又去学校打印材料，搞其他工作了，3000多的工资，研究生211的研究生，我是觉得已经很绝望了。那还有网友表示呢，现在不只是没有工作可做，而是生活真的是非常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人都很容易焦虑，也更容易陷入对比心的漩涡。现在不是放暑假了吗？我不是就是自业在家待业，突然间看到就是朋友圈，这个不是在新疆，那个就是在西藏，这个不是买车了，就是那个买房了。突然间很焦虑，然后找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呢也是在另外一个地方上班的，然后就想找他倾诉一下。然后呢，发现他虽然是上班，但是工资巨低，因为他是那个在厂里面嘛，现在不是暑假工，各种工价也压得低，事情也比较少，一个月辛辛苦苦做下来4000块钱都没有，出去房租水电自己剩的都不多了，已经别说去旅游了，可能就是到月底了，基本就是还负债。所以说现在的社会到底是什么了，我们都很不明白。普通人真的是想要存点钱攒点钱真的是很困难。现在很多人会说节约一点少花点，可物价真的是高的惊人。小时候100块钱能买很多东西，现在一头猪就要3、4千。打车买车，生活开销每天都在吞噬钱。大城市虽然有地铁，但没地铁的地方交通也成了问题。普通人几乎每天都在花钱，存钱改善生活都很难。年轻人并非是消极，而是现实让人感到压力巨大，看不到希望。有网友表示呢，现在就是大降薪时代，同样的工作，工资可能会降低；同样的工资，工作量可能会增加；同样的岗位，待遇可能会缩水。今天和前同事聊天，然后就说到大家的到手工资，就说完之后，就我想到了个概念，就因为我们就发现个事儿，就不少公司在现在大环境下滑的这个情况下，就业绩目标逆势上涨，在不降薪资的情况下，工作时长加了不少其实就是变相的降低了时薪，然后就算自己想跳槽，要么没机会，要么就是要降薪入职。就打工人的工作量其实并没有比以前少，甚至增加了不少，但是为公司劳动产生的价值就是贬值了。就这个事实还不是说就是你换个岗位换家公司它就能解决的，就你说普通人有什么办法，但其实普通打工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时代的车轮。扎心的是，很多企业的领导即使降薪也几乎不受影响。公司领导带头降工资降福利待遇，这是最扯淡的事儿，这也是最坑基层员工的一个阳谋。一整就听说这个公司的领导那个公司的董事长，我不要薪资吧，我不要薪水吧，我要1块钱的工资，那他们靠啥活着呀？这不就说那一个道理吗？有多少公司的领导甚至是一帮领导他是不靠挣这点工资挣这点福利待遇他活着的，那咱这基层员工他就不一样了，咱是彻彻底底的靠咱每个月拿这点工资拿这点福利待遇咱养家糊口啊。网友指出，福利待遇工资降温对公司一些领导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因为他们平时根本就不靠这份工资来过日子，还有别的收入渠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基层员工来说呢，打击就太大了。就拿我自己来说，光是证书补贴就少了1500块，外服补助降了800块，话补200块钱也没了，公积金缴纳比例也从12%降到了8%，每个月又少了好几百块钱。这样算下来呢，一个月直接少了3、4千块钱，更不用提今年的采暖费还没有报销。在东北，这可是家家都指望的一笔钱。网友表示，他所以一直在企业干下去，很大程度上就是冲着这些福利待遇。可现在福利被一刀刀的砍掉了，工作量还丝毫不减，那种被伤害的感觉特别的强烈。日子一下子紧巴到连养家糊口都开始犯愁了。反观公司领导呢，他们却并没有受到降薪降福利的实质影响，家庭照样正常运转，生活依旧潇洒如常。真正苦的始终是我们这些埋头干活的普通人。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